Hello， 大家早安。今天是我已经忘记今天是第几天了。总之，今天是我们在 Lofoten 的第2天，因为昨天到。OK， 这个民宿不怎么样。 我很不推这间，如果是4个人到5个人的话，哇，那就真的很便宜了。但是它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很多东西都没有。当然啦，屋主感觉很和善啦，你要跟他要，像洗发精啊、润发乳，你要跟他要，吹风机才会有，他也是会给你，他也不会唧唧歪歪。但就是你要去要它才会有，就是这点很麻烦。很多东西都是像我们准备要用什么东西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睡觉了。 对，我们就没有特别去要求或拿或干嘛之类的。接下来我们会先去吃点东西，然后去爬山，因为来挪威嘛，你一定要 hike。How can you not? Hello， 我们来爬山了，是靠近最美足球场的那一个 hike。记得要停在大桥旁边，你要停在那边，然后走过来，不远。然后你看到这边，10分钟而已。对，这边的树就有一个可以进来的小道的地方，你如果找不到，你就看这边有个白色的标志，这里有个白色的大标志，就会告诉你，你就可以知道说啊，就是从这里进来。记得要确保你穿的是好的登山鞋。我建议要戴手套，会很冷。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也可以带那个登山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路，都是要爬石头的路。你要走我前面吗？我录你。好。爬吧。很滑。我家 Tony 最喜欢这种不像路的路。好漂亮哦，超美的。我们要到最高点那边。挪威的山很有趣，它们不高，但是坡度很斜，所以来挪威 hike 是一个很棒的挑战。走了也有个10分钟有吧，还不到一半就坐在这里休息了，但是很漂亮。我们刚刚经过这边，全部都是碎石的地方。 这样一路上来，斜的，然后等一下要从这边过去，一直到后面那边，这是很 freestyle 哎。我们是怎样山羊上身？平常缺少锻炼的2个人。我觉得照起来没有看很斜，但是真的还蛮斜的，很陡。我觉得至少有45度角，这个坡至少45度角。 很陡哎，这可以直接滚下去哎！真的，我们可能踢一块石头下去会引起山崩的概念。我们找到一个下面有洞，或者是你要走上面，你可以2条路爬上去的路，就觉得他够瘦，可以爬得过去。来吧，试看看。我们会不会需要叫紧急救援？就看他对他自己的身材认知了。 哇，可以耶！你就住里面好了，你根本山顶洞人吧？这是雪人的洞吧？对吗？小心哦！还有透明，应该也可以。那你赶放这边好了，好，等下要。GoPro给我。哎呀，来各位，给你们看看。哇，千辛万苦爬一个山洞过来，没有路，就只有山，但是有很漂亮的美景。 好，还可以啦。爸爸。哇，哎，这算是一个秘密景点。Like we say, Tony 很喜欢 freestyle， 他决定要这样爬上去。那边有个湖，高山湖。哇！ 费了9牛2虎之力，还没有到最高点，好累。不会昨天要我们来爬这个山吧？对。神经病，神经病。能多远？对不对？我开10小时车，这叫我爬这山。Joyce， 你到底是何德何能？今天我们2个昨天10个小时开完车，
能够轻轻松松上下这个网络说2个小时普通的一个3个小时来回一个普通的爬山行程。我觉得我们这座人家说3个小时来回，我们能够5个小时来回就不错了。你还说要晚上还要再爬另外一个，你傻了吧你？干嘛这样？我觉得我们缺乏锻炼。这不是缺乏，可以补救回来的。这一座山就可以补救回来的。我们给它打掉重练。由此可见，我们就应该多出去旅行，多爬点山。好漂亮哦！漂亮的是另外一头山。哇！哇！好美，好漂亮！好漂亮哦！好啦，是不是很值得来爬？好漂亮！后面的雪山，你看，超美的！哇！挪威，耶！自以为感觉爬玉山的概念。呜！可以。好漂亮哦！我们刚刚爬到很高的那个点之后，我们就决定那个上面我们只是想要来拍个景色给大家看看，然后对打个卡之类的概念，然后就没有必要再往上爬，因为我们毕竟花了2个半小时在这边，然后下去要花1、2条，然后我们还要开车2个多小时去我们下一个住的地方，我们就决定中途折返。我们现在从正常应该有的路走下来，这段路真的叉的太难爬，所以其实你上来你要走右手边，要往湖这边走，不要跟我们一样走左手边往山路，直接是斜坡上来。我们现在在另外一边下来的路上 ，right，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刚刚是从这边一路这样斜的，沿着那个山体一路斜的，然后过碎石过来，然后想说，哎，这边没路了，我们就横的过去，然后一直到最上面那边。算了，你看看我们这里的地，多么的平坦，多么的好爬，难怪人家只要1个小时，我们要2个半。是的，我们踩雷了。如果你要有挑战性的挪威之旅，可以跟我们一样，但是我建议你不需要。听挪威人讲 ，Troll 也就是他们的小精灵啊，他们的守护神非常的不友善，是会杀人的，然后都是他们那种恐怖童话。哦 ，shit！ 哦，怎样？我整个踩进去了，它很深，怎么办？看你这个小傻子！哇，我的新鞋！好像夹狗大便的感觉。哎，晒干。哎，放晒干。走吧，这个就是高山湖，还不错。千万不要过来，尤其是泥泞地的地方，请不要像我一样，我很笨。耶！我们终于下山，还好啦，我觉得下山比较轻松。请你们记得一定要往右边走。好啦，先这样。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警察，他就真的是躲在一个垃圾桶的后面，然后就站在那边照你相。我们在这60公里的地方，他就蹲在那边。所以网络上说的没错 ，Lofoten
这个挪威警察抓很凶，自驾要特别小心啊！大概抓到就是60、100美金上下。Hello， 哦，后面雪山好漂亮，哈哈，自己觉得雪山很漂亮。OK， 我们现在到保存最完善的小渔村，它叫做 Northfjord， 应该是吧？反正它是峡湾旁边的一个小渔村 ，FJORD， 它就是一个峡湾的英文。当然，我可能念得不够标准。挪威的渔村基本上不是红色就是黄色，因为你看到很多红色、黄色的房子，然后小小的一个一个，那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渔村的一个 style。All right, let's take a look. Hello， 哇，它是有很好被照顾的小猫咪。拜拜。哦，不错，这边还有 gallery， 它有 cafe， 全部都是红色的。17点，哦，没开了。这边有很多 Airbnb， 你也可以选择来这里住。我们就会把鱼竿挂在这边。如果你住这里的 Airbnb， 你开门就是鱼竿的味道，蛮臭的。结果刚刚找不到餐厅，我们问了4、5间，沿路上都没有东西。我们在超市买了食材，想说自己回家煮。好死不死，这个小渔村有一间黄色的建筑，这栋就是他们的餐厅。刚刚才开门，我现在立马去告诉 Tony， 我们有东西可以吃了，耶！而且是面海耶，直接出去。快！我刚刚也看到一个这个类型的东西，这个是鱼竿，有点可怕。不错啊，跟我一个景色还不错的地方。很棒哎。可能人也比较少，所以无所谓。景很美。So starting from the middle, we have the deep fried cod tongs, and we have Alangosgård. It's a local farm from here. We have goat brown cheese, blue cheese. We have goat cheese, dried and smoked whale, chorizo like salami, very dried, very hate. And then you have focaccia, olives, chutney of cloudberry, and balsamico. All right, Please thank you. Thank you. 这次吃了他们本地当地的goat cheese，还不错吃。我觉得有点巧克力味，一开始是巧克力味，后来是酸，然后沙沙的口感。我觉得太甜了。这个是金鱼肉，它味道有点像烟熏鲑鱼的感觉。However， 它是沾着这个，它配着面包吃。然后这是 berry， 这个是百香果吧？是不是百香果？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有点像醋栗。醋栗，醋栗梅的那种醋栗。这个果酱放着，然后把 cheese 放上去，就把它比那还好，本来没有这么臭，没有这么羊骚味。OK， 腊肠加在一起就不会单一的味道不会太浓烈。跟我像吃毒药一样。加在一起还可以，他们分开都好可怕的味道。所以刚刚没有吃到美味。哇，我好意外啊！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世界上会有人吃这个食物的。因为cheese本来就很少单独吃啊，会加一些。单吃好难吃哦。这个就是鼎鼎大名的挪威金鱼肉，这金鱼肉很像那个他们的山峰。这个是鳕鱼干 （stockfish），可它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发泡之类的，感觉还蛮酷的。我们刚刚吃的那个金鱼肉好吃它是金鱼 steak， 这家你们一定要来。我来挪威之行的时候，最期待就是吃金鱼肉，毕竟那真的到处都吃不到。是嫩的耶。对啊，感觉很嫩。那什么泥啊？豌豆泥。有可能。
表皮煎得很脆，内里面的肉嘞都是嫩，真假的？它晒干晒那么久，可是肉是嫩的。它晒干晒了3个月，我不懂为什么肉是嫩的。这不合理。我刚刚不是说它是嫩的吗？它其实是有点丝状，就是还是有晒干的口感。但以鱼干来讲是有弹牙，就是 Tony 说它很弹牙，我觉得是有弹性。所以你说你要期待它跟刚钓上来的鳕鱼一样这么嫩，不可能，因为毕竟是鱼干嘛。但是它没有到嘎喉咙那种状态，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吃，很有风味。哈，我们吃完饭了，终于吃到正常的食物，不是泡面或者是三文鱼之类。这家店叫做 Caroline Restaurant， 然后它是一栋非常黄的。很大间的建筑物，因为最近是杀人鲸的育儿期吧 ，Mating Season， 所以他们早上9点或者是傍晚5点的时候，有时候差不多2天到3天都会看到杀人鲸一次。去年只看到1次，今年从上个礼拜开始已经看到4次了。所以他说这个的港口很容易出现杀人鲸。或者这家餐厅我蛮推荐的，是因为他们有鲸鱼的 steak， 我觉得还不错。如果你不想，你真的会以为它就是牛排，我觉得很好吃。然后还有我们吃了个什么哦，吃的那个鳕鱼干，我觉得口感因人而异，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味道，没有腥味。但是以鱼干来说的话，他们弄得还不错，是肉有点有嚼劲、弹 Q 型的，也不会说太柴或什么的。但是放冷的就不是那么好吃，比较赶快吃完，我觉得是还不错的一个体验呐。对，但是我不会说我爱吃第2次、第3次。如果你牙齿不好啊，还是点正常鳕鱼就好了，不需要点鳕鱼干。他们家鳕鱼看起来也不错。我们刚刚点的时候，那个店员不小心点错了，所以我原本点的是鳕鱼干，他给我上鳕鱼，然后他的鳕鱼很大块，看起来很棒，很 juicy。可是我跟他讲说，我要的是鳕鱼干，然后他就把鳕鱼收走了。结果我鳕鱼干吃一吃，默默的有点后悔，我应该把鳕鱼留下来的。但是我觉得吃那个鳕鱼干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经验呐，毕竟我没有吃过。Tony， 你看那个海面的那个山的倒影在你那边，好漂亮哦。对，这里的鸟有点大声。一堆海鸥。对，一堆海鸥。哇，你看那边，看那个云，好漂亮。